5万人的实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，胡团就是这么个胡法呀。身边人大喊妈妈的氛围也是相当给力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每次看了 XG 演唱会的一段时间内，大脑就自动进入低速运转状态的安氏百科。特别是这次东旦之旅，历经强烈情感冲击的后遗症就是彻底进入了放空状态，完全组织不出合适的语言，恰如其分地诉说触及心底的感受，但又不想草率对待。是的，这就是我拖更的理由。本期视频的内容将包括这次行程的记录，以及对东旦演唱会的现场的5大惊喜和新歌 Million Places 的真实感受。关于某些再次降临的幸运，也会特别汇报一下。趁记忆仍有温度，就一起来重走一遍这次被100万公升泪水淹没的旅程。从2024年开始，用了1年的时间陪 XG 走过几程路，虽然遭遇过一些无厘头的糟心瞬间，但也在他们美好作品的浸泡中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，更经历了超出预期的幸运。所以他们生涯第一次全球巡演的最终场，我能做的就是去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见证。我能想到的是，这必将是一场超出我预期的盛大演出，但没想到的是再次能被幸运女神眷顾。这个暂且不表，放在后面再说。5月13日前往东京的行程，又是一次从清晨到日落的长途奔袭，神经也是提前进入了兴奋状态。在前一晚只睡了3个小时的前提下，我甚至还在浦东机场转机百无聊赖时做了一会儿直播。在路上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，看完这次东旦，下次再见又要等到何时？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了戒断反应时间。找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吃什么，随便对付一下，吃了再去国际转机。坐飞机坐了1天，快坐傻了。到达东京和其他法子集合后，已是晚上8点，饭也没顾上吃，直接去东旦考察现场。作为安室奈美惠 Finally 告别巡演的最后一站，东京巨蛋对我来说是应许之地般的存在。从关注 XG 开始，这种命定式的缘分感就一直萦绕在心间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是会起鸡皮疙瘩的程度。我们住的酒店距离东旦只需要步行几分钟，路上不经意抬头看到了挂在夜空中的圆月，我在心中默念，明天的演出也一定会如此圆满。场馆中依稀传出的音响声音，大概是还在彩排吧。很蠢的把耳朵贴在东旦的墙壁上，当然是什么也没听清，心里悄悄地说了一句：阿妈，我来东旦了。今天不是中登，彻底变中二了。离开东旦后，马不停蹄地赶往涩谷塔店。新单曲发售的氛围感，看当晚拍的视频就能充分感受了。在陆续来现场打卡的法子中，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劲儿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。当晚本想早早休息，第二天更有精神排队。事实证明，所谓的早睡也是一厢情愿。有2位朋友在我们的酒店善解人意地聊到半夜快3点才走，这不重要，即使不睡，第二天也必须精神满满。5月14日，当我们上午10点前来到现场时，已经开始各种大排队，特别是场饭区，已经排出几百上千人开外。我直接打消了排场饭的念头，趁抽试音会座位号前，抓紧在场馆4周拍。看到大屏幕上的新 MV 宣传视频，就还蛮唏嘘的。这首纪念第一次试巡历程的作品，在东旦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播放，就有一种符号性的意义。去年5月18日，当 XG 在大阪开启试巡第1场演唱会时，又有谁会想到，仅仅时隔1年，这群不断被人唱衰但仍坚持自己的女孩，就能光速登上东京巨蛋的舞台，在自己的梦想清单上完成标志性的一笔。此时距他们从科切拉的凯旋归来尚不足月余，在沙漠风中燃烧起舞的羽翼余温尚存，这一番内心戏把我感动到鼻子发酸。然而在接下来的试音会和演唱会座位抽选中，我只抽到了不过不失的位置。所以说做人呢，还是不要给自己加太多戏。巧的是，这次演唱会的位置跟我上次大阪第1场的位置大差不差，也在延伸台的左侧，不知道为啥就把这个位置跟我锁死了。知道具体位置以后也就不想啥了，看了一番赏和会员积分 Lucky Draw 的队伍，让我直接彻底放弃，直接去排队买新专吧。无论如何，新专发售总得支持。在所有队伍中，可能相对好排的也就是 CD 贩卖区了。我在临近中午的时间，大概排了30分钟左右就买完了专辑，然后一个人躲在阴凉处默默拆卡。经历过大阪的中签后，我一开始的心态更多的是重在参与，不敢有所奢求。在拆卡拆到差不多过半数量的时候，一抹似曾相识的黑色让我差点呼吸骤停，内心狂呼：不会吧！
是的，没错，我又中了黑酱的1v1签名活动。如果说第一次大阪的中签是生日的意外之喜，那么紧接着在东旦的第二次中签就是完完全全的受宠若惊了。特别是在一巡最终场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很难阻止自己心中泛起一种宿命感的波澜起伏。这种喜悦当然是第一时间分享给认识的其他法子，剩下的时间不说体力，至少在心态上我就完全进入了放松时间。在试映会进入东旦场地时，托安室的福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当七小狼出现在舞台上，我甚至能读出他们对今晚表演的兴奋之情。试映表演的曲目是 Is This Love， 我觉得选择这首歌就是对不遗余力支持他们的阿尔法子们的感谢。这次的试映会比以往任何一场的时间都长，因为特别增加了回答阿尔法子的来信和大合影环节。回答法子来信问题的部分，我是全程啥都没听懂，依旧是日法笑我就跟着笑，日法叫我就跟着叫，参与感极强。大合影的体验跟演唱会结束的合影其实没有太大区别，只是合影人数少很多而已。你能在照片中找到自己的几率更大，不太会是像素点小人。这次 send off 大家都走得异常的快，以至于基本没时间多说一句话。我只来得及跟黑酱说了一句好久不见，看他一脸惊喜的表情，也知道自己确实没被忘记。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？跟所有成员简单打完招呼，最后走到玛雅面前，大声喊了他的名字。3月在成都场时就跟他说东旦再相见，他一下也反应过来，超热烈的回应，再次送我麻溜的开心离场。话说回来，看到他们的哪一次不是开心离场呢？这次试映会的流程真的用了很长时间，重新回到场外已是差不多4点的时间。这时的东旦周边已是人头攒动，5万人的实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胡团就是这么个活法呀。也许他们在日本本土还有更多的上升空间，但目前这清晰可感知的人气也无需质疑。场中的不少热门商品都是飞速卖空，排队购买的小伙伴辛苦地暴晒了一整个下午，也没帮我买到世巡纪念 T 恤。虽有遗憾，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室外暴晒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晒伤，但看到有这么多人都在如此热情地支持他们，还是有一种很踏实的心满意足感。为了晚上的演出能轻装上阵好好应援，我们5点左右把购买的所有的大包小包存放在一旁的东旦 Hotel。 在房间休整时俯瞰现场的那种叹为观止，给疲惫不堪的我打了一针强心剂。等我们再次进入现场时已是6点以后，距离开场不足半小时。看到这上座率，不知道黑子还有什么话术好编排，剩下的时间就安心的交给小狼们和他们的团队吧。依旧是熟到不能再熟的贪都 Say Goodbye 压轴暖场，不同的是最终秀的氛围让我有种即将脱离地球表面的激动。一句话总结，小狼们的提前爆料也是老老实实，毫不夸张，确实是一场 one and only 的大秀。5万人的心跳悸动实在是很惊人了，被尖叫声包围的我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才是自己的声音。和科切拉一样， X Gene 再次被作为了开场曲目。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他们外星人概念的最好诠释，所以放在开篇不能再合适了。由于手机收音的局限，我这些视频也无法真切还原现场音响的听感。总之，我个人觉得无可挑剔。大家来听听第一段 Dance Break 的音响表现，自行品鉴吧。Hardin 的演出弥补了很多人期待他出现在科切拉舞台上的遗憾。特别之处是和以往的演唱会不同，这次是加入了现场乐队伴奏的版本，加倍呈现了这首歌生猛凶狠的野性气质。
到 Girl Gang 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大概今晚的演出应该不会放过他们出道以后的每一首作品，除了 Undefeated 的这种合作曲。然后我的脸就立刻被抽肿。干得漂亮，直接送上演唱会全球首演，可以说是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礼物。但是别急，后面还有惊喜。轮到 TJIF 时，发现我看演唱会都看出经验来了，都能小声预告了。不得不说的是，我身边的叫声太吓人了。这声黑娜塔一定不是我叫的吧？等他们走到身边时，再次激动到手机都拿不稳。当时我没太意识到，事后回看才发现，从 Undefeated 开始，接下来的 TJIF、IYKYK、Tiptoes、Something in Right、In the Rain 这6首歌，基本上就是 non-stop 的不歇气连唱。本场演唱会的第一个体能关就这样完美的闯过去了。经常运动的人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相信表演到这里，他们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上，都突破了本场演唱会的撞墙期。后面的演出将更加如鱼得水。从这儿就可以看出之前的巡演历练是真的收获满满，所以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说寻生寻死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并不同意。作为一个完整经历过安室时代的人，在我清楚了解到他们想去往何处的时候，就知道这样的磨练必不可少。没有超出常人的付出，又怎会有真正的涅槃？这6首歌的 non-stop 唱跳演出，让我依稀见到了那个无比熟悉的身影。接下来串场的乐队演出是很好的氛围调剂和放松时间，特别是对我们这种站桩观看的人。小狼累不累，我还只能靠脑补。站了一天的我是真的脚疼。放松过后，本场演出的第2个不曾设想的惊喜就来了。谁都没想到他们会把出道首秀的舞蹈带到现场，前奏一响我就愣住了。看着他们穿越了3年时光的成长，是真的差点流泪。这就是完全形态的演出。接下来就是各小分队的 solo 环节了。Show You Can 在大阪算是演唱会首演，但这次的惊喜从服装和舞蹈律动上又做了新的升级。虽然这首歌以说唱为主，但可以看出他们对舞蹈部分进行了新的编排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再加上超满的演出日程，能做到如此认真对待，可见他们有多重视这次东旦的演出。主任的出场，我相信已经惊艳了当天观看直播的所有人。在现场的我更是看到头皮发麻，身边人大喊妈妈的氛围也是相当给力了。升降台是挺爽的，但是临近舞台侧面的我就只能默默流泪了。
现场的第3个惊喜就是 Jolin 的出场，以及他和 Harvey 联手带来的出道 Cypher Chill Bill。我的评价是：选歌是让人感动的，妆造是充满神性的，43必然是99的。作为一名 R&B 的拥趸 ，Vocalline 的 Peaches 让我爱到不能自已。他对我来说是东诞场的第4个惊喜，我都没想到还能在现场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演绎，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改编。游刃有余的演唱也特别能体现出 Vocal 3人组的成长。本身 Walks One 和他们在纽约的3人版演出已经是我很喜欢的版本了，但这次的东诞版才是这首 cover 曲的完成形态，兼具了灵动的层次变化和即兴输出的魅力。接下来的第2个串场视频是他们这次世界巡演的回顾，我只是静静的观看，并没有拍摄。在自己还没来得及反应时，眼泪已经悄声无息的顺势流下。我原本以为自己能坚持到新单曲的演出，这一趴能直接戳中我泪点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试巡是我真正开始跟随他们成长的起点。在这如流星般稍纵即逝的1年里，去了6次他们的演唱会和1次音乐节现场，做了38期关于他们的视频，写下的文案已近10万字。这些数字放在阿尔法子里当然微不足道，但这种参与和陪伴的点滴滋味，大概去过现场的人多少有所体会。我所经历的一切也远不能和他们所遭遇的挑战相提并论，但酸甜苦辣却是一样不少。体会过被群起而攻之的无力，一面被超话当成 XG 批皮黑挂黑处理，另一面又被人当成 XG 脂粉，要不然你们先打一架看看谁对。也曾被来自天南海北的共鸣所感动，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梦想的渴望所催生出的每一首作品，每一场演出，踏踏实实迈稳的每一步，让这一切都有了意义。人不就是为了意义而活吗？接下来的 Shooting Star 和 Woke Up 都是他们的破圈之作，也许这是把他们安排在一起的原因。到此时我基本上已经是破喉咙状态，回看的时候各种鬼叫听得我尴尬无比，还是请大家多多关注剧目的无敌视效吧，这当然也是本场演唱会的一大亮点。我记得之前跟人说过，小狼的这套科切拉服装有阿童木的既视感，在 Puppy Show 的演出中，当他们走近时，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。Is This Love 使用了超感动的科切拉版本是无比正确的选择，我也是实地体验了一会儿漫天飞舞的花瓣雨，一波又一波的情感冲击，可以说是饱和攻击了。我原以为 Million Places 的全球首秀会安排在演唱会的尾声，没想在 New Dance 之后就唱了。当时就在想，这后面难道还要憋什么大招？新歌时间基本上就是静静欣赏。这首泛颂歌曲的特点是拥有很具象化的叙事性和场景感，没有空洞的浮于表面，而是言之有物的去创造共鸣。从旋律上来说，不仅流畅动听，而且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，
从前奏的第一个音符响起，就瞬间让人进入情境，紧接着Chisa的吟唱已足够催泪。副歌部分的旋律当然是昂扬向上的，但自然流淌的人声表现让他的听感有一种特别温柔的意味。尾段类似于福音的和声编排，层次丰富且情绪饱满，渲染出宏大神圣的氛围。歌词本身也极具画面感，用地标性时刻记录了他们精彩的全球巡演历程，并道尽了 XG 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感。它并不是单向的讨好或者给予，而是跨越地域、双向互动的情感连接，兼具优美的诗意和毫不流俗的利益表达。从现场演出来说，虽然这是一首抒情曲，但它并没有拘泥于站桩输出的表演形式，而是利用成员间的互动编排，制造了生动的情境感。队长的滑板环节堪称神来之笔。看着他们的携手并进，这首歌又何尝不是他们成员之间互诉衷肠的表白呢？之前我有一个期待，就是希望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能有一首类似《Just Stand Up》这样凝聚人心的歌曲，这不就来了？对他们的期待也是从未落空。再来谈谈我对一巡47场的观点。漫长的过程当然是艰辛的，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甘之如饴。看不同的风景，实地接触不同的文化，创造真实和双向的情感连接，是他们以及团队能够随时更新自我、持续创造未知的必要条件。你想见到他们，他们也想见到你。爱和被爱对他们来说同样重要。这种感受正来自于每一个现场那些充满温度的正向反馈。如果只枯坐在家中，或把自己的聚焦点锁定在什么打歌舞台，你将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作品。当晚的第5个惊喜就是花车巡游部分了。让我惊喜的不是花车巡游本身，因为之前我多少已经猜到会有此环节。让我惊喜的是 Winter Without You 和睫毛膏的连唱，以及随机应变的大力抛球环节。看到虽有状况，但他们依然玩得如此开心，就觉得真的很美好。因为坐在靠近舞台的位置，所以只能遗憾地跟他们抛出的签名球说拜拜了。接下来的催泪 talking 环节，属实是有点不忍回顾。Coco 哭的时候就已经让人绷不住了。到 Hinata 为了控制情绪，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头时，我前一秒还在笑，这孩子怎么又憨憨了？下一秒就打开了泪腺的开关，当时哭了的请扣1。在现场时并不知道他动情地说了些什么，只是被直觉性的触动。事后看到翻译就更能理解他当时的情绪了。东蛋的演唱会既是他们用一场不留遗憾的演出，以最佳的状态回馈热爱他们的粉丝，也是检验他们自己人气程度到底如何的试金石。从万人场一步跨越到5万人场的演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更不用说全球还有更多的人将通过直播观看这场演出，即便充满勇气，他们身背的巨大压力也可想而知。事后来看，他们用一场几近完美的演出完成了一巡的收官战，但你无法用结果倒推过程，说没有担忧和自我怀疑就未免过于理想化了。他们也不过是一群20岁左右的孩子，因为选择了一条前人未曾开拓的旷野，他们的旅程绝非坦途，在看到鲜花和风景前，难免要在充满质疑声的泥沼中前行。从练习生到现在的8年时间，不光是实力的养成，作品的累积，更是对心性的考验。最终，当他们在现场真切地感受到5万人同频共振时，自然更能被这种牢牢握在手中的幸福所触动。100万公升的眼泪，既不单指此刻场内的5万人，也不止于同步观看直播的10万人，而是蒸腾为夜空中无尽繁星的那些在无数日夜中，因为付出、获得、相聚、离别、痛苦、幸福以及各种感动滋味留下的泪水的总和。至于说在最后一首 Left Right 表演时，什么裤子掉了半截之类的事情，在现场的我反倒是完全没有发觉。这不重要，
没看见就当作没发生吧。演唱会虽已散场，但当晚的故事尚未结束，还有1v1的环节。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，终于再次见到了 Hinata。虽然只是第2次与他的1v1，但总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。只是黑酱的造型愈发2次元了。见面我就直接夸夸团上线，今晚的演出太完美了，您辛苦了。在黑酱笑着表示感谢后，我弥补了上次忘记自我介绍的遗憾。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后，他认真地重复了一遍，然后在专辑上签名。趁他签名时，我赶紧汇报了近期的工作结果，告诉他科切拉的2场演出后我都做了视频，全平台一共有50多万的播放量，有很多中国的阿尔法斯都超爱你们在科切拉的表演。我心想这次总不能再说错数字量级了吧，但别怀疑，怕什么来什么。等我事后复盘时，发现50万给我说成5万了，和上次的数字综合一下，也算是平衡人品了。文盲百科真的是名不虚传。即便如此，黑酱也是很捧场的表示好厉害。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在想，这数字值得一提吗？读完我在便签纸上写下能否给我画一个卡通形象时的请求，他倒是一刻也没犹豫，直接就开始动笔。这时我突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沉默了几秒的时间，还没等我脑子加速运转，他突然指了指我的衣服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你特别准备的吗？”是的，忘了跟大家汇报，这研磨的红色队服是我为了加深印象的小巧思。但我完全忘了把这事列入话题，以至于被黑酱 Q 到的时候，我一下愣住了，然后赶忙说：“对，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因为知道你喜欢研磨。”看着他竖起大拇指，我当时内心就在嘀咕：“I人真的是这样吗？”让我吃惊的点在于，一是他缓解气氛时的主动提问，二是他提问时那种略带调侃意味的笑容，跟以往的憨笑反差感拉满。这大概也是一种成长吧。画到此时，他也基本画完了，不愧是绘画小天才，寥寥几笔就已经很传神了。同时还在我头像旁画了2个心，当时我没留意，事后一想，难道是他记得这是我第2次1v1的意思？大家帮我品一品呢。相聚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。听到 Stop 的倒计时，我抓紧说了一句：“欢迎你再来中国啊！”他一边说好呀，一边用右手比了个半心。这时已经站起身的我，虽然再次处于没想到状态，但也条件反射般的隔空比了一个半心。送上中文3字经后和他道别，黑酱也再次很大方的字正腔圆的做了回应。离开场地前，我不留遗憾的挥手跟一旁的 Amy 打招呼，他立刻一边双手过顶的对我比了一个大大的心，一边说 Love you， 超级可爱。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，对所有阿尔法子都真诚回应。走出场馆后，我仍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如此幸运。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道理，人生是所有选择的总和，你曾经经历的一切，你所做过的每件事，将你置于现在的境地。至于当晚聚餐回去后又和同住一家酒店的法子喝到4点之类的事情，就还蛮顺理成章的。大家的大脑都处于超兴奋的状态，自然也就忘了什么是疲倦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凌晨4点的东京湾一如我当时的心情般美丽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也没闲着，天天暴走，去阿妈 Baby Don't Cry 的 MV 取景地代代木公园圣地巡礼，去元素涩谷，去上野公园浅草寺，体验首都高的湾岸线的午夜氛围。但老实讲，走到哪里都有种魂不守舍的感觉，总感觉有一部分自己留在了5月14日的东旦现场，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中场体验。幸福后的失落情绪狂刷存在感，但再不舍，翻过东旦这一页，就是开启了新的篇章。无论是对 XG 还是对我们，所幸的是还有阿尔法子们可以一路陪伴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亦无论你选择怎样的方式表达心中的热爱与思念，相信这种因缘际会的连接可以帮助你度过难熬的时光，静候他们的下一次蜕变。这期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已经开始期待2巡的安室百科，一键3连，不要错过更多精彩。